你知道牙套是怎么装上去的吗？小哥来矫正牙齿，可他一张嘴就把人惊呆了，长了一口獠牙不说，还满嘴牙结石。这情况还是先洗个牙吧。洗牙是通过超声波洁牙器的高频震动来震落牙齿周围的结石，不会对牙齿造成任何损伤，过程中会有点酸痛感，不过是可以忍受的。同时嘴里会插个吸管，把口水和结石通通吸走，然后用电动牙刷和抛光膏对牙齿表面进行清洁。通过抛光可以使牙齿更光亮。为戴牙套打好基础，接着打上2针麻药，因为他的牙非常拥挤，需要先拔掉3颗，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间隙，使牙齿能够很好的内收。接着涂上酸蚀剂处理牙面，等待片刻后冲洗牙面，等牙齿表面干燥后开始涂抹粘合剂，接着将托槽粘合在牙齿上。接下来使用光固化灯快速固化粘合剂，使托槽牢牢固定在牙齿上，然后在其他牙齿上重复同样的步骤，直到所有托槽都安装完成。现在上公司，挨个穿过托槽，进行最后的调整。就这样，一副完美的牙套就大功告成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原本参差不齐的牙齿就慢慢矫正好了。记得好好刷牙。小姐姐嘴里竟然长了石头，一连长了好几颗，最大的足足有1厘米，这也导致她严重口臭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现在就用工具帮她把结石取出来。最后清理出来的结石数量简直惊呆了我。可以看到，石头都长在了扁桃体上，所以也叫扁桃体结石。取结石的过程有点类似挤黑头，大块的结石挤出来后，还要把一些碎块也刮出来。一般来说，扁桃体发炎的时候，扁桃体的隐窝就会滋生大量细菌，食物残渣也会残留在这里，然后被细菌包裹，慢慢就形成了结石。有时候它会随着咳嗽排出体外，如果不能自行排出的话，就要去医院处理了。如果每天刷完牙还是能闻到很重的口臭，并且喉咙有异物感，那就要考虑是否存在扁桃体结石了。没想到啊，最后清理出来的结石足足有13块。结石清理干净后，顺便再给它刮一下舌苔，这样就可以愉快地和别人交流了。平时只要保持口腔卫生，就可以有效预防扁桃体结石。只需要把这罐红色液体倒进40度的温水浴缸里，盖上盖子，等待30分钟，就会凭空生成一个听话不粘人的女朋友。她半信半疑地做完了所有步骤。30分钟过去了，浴室里果然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，还让她帮忙拿浴巾。她手忙脚乱地把浴巾递了上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怪不得隔壁大叔家里夜夜笙歌，不仅有本地美女，还有外国混血的，足足有几10个。原来就这样的罐子，大叔有整整2麻袋。听声音感觉应该是个美女，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想想还有点小期待呢。等他回头一看，果然惊为天人。看着自己亲手变出来的妹子，藤原已经完全忘记自己已经有女朋友这件事了。两人就像刚奔现的小情侣一样，尬聊了几句才知道，妹子的系统设定是个理发师。不过这些他完全不在意，只想直接进入主题，却被妹子一把给推开了。妹子表示自己不是随便的人，说着就夺门而去。他赶紧追上去给妹子道歉，一番嘘寒问暖下，终于把妹子哄回了家。第二天早上，妹子就贴心的为他做好了早餐，一口下去差点吐出来。为了不让妹子伤心，只好硬着头皮说非常好吃。吃完早餐，妹子就说要去上班。他感觉很奇怪，不是应该一直陪着我吗？一定是自己还没搞懂。赶紧看了看美女罐附带的使用说明，原来每个妹子都有自己的独特设定。自己的这个妹子就非常喜欢大海，正看得入迷，妹子突然回来了。他赶紧关掉电视，顺势邀请妹子去海边玩。这个果然很讨女孩欢心，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真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。女孩相中了一个项链，他随口说了一句喜欢那就买呗，可一看价格就尴尬了，自己根本就买不起啊。晚上等女孩睡着后，他又继续看起了女孩的使用说明。影片最后赫然写着妹子的保质期到4月15号为止，而且在女孩后背也真的看到了条形码和保质期。看来保质期的设定是真的，也就是说还有几天女孩就要过期了。他不明白过期后会发生什么，但隐约感觉那将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期限。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妹子最喜欢的项链送给她。
时间来到12号，妹子在家里却无意翻到了自己的使用说明。等藤原回家就发现女孩早就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有那张光盘。他感觉不妙，正要出门寻找，却碰上了出差回家的正牌女友。他赶紧把光盘藏了起来，神色慌张地和女友闲聊了几句。看着心不在焉的藤原，女友并没有太在意，因为她早就知道藤原的保质期正是今天。藤原随便编了个谎话就出门了，他现在要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在雨中找遍了大街小巷，终于在海边找到了妹子，把自己偷偷买来的项链送给了她。学校操场离奇出现了一个巨型数字9，数字竟然是用全校课桌一张张拼起来的。起初老师以为是学生的恶作剧，命令学生把自己的课桌搬回教室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课桌又全部出现在了操场，这次拼出了巨型数字8。老师这下彻底怒了，质问学生到底是谁做的。见没人承认，他决定今晚就住在学校，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操场，决心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时间来到半夜12点，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接着就昏倒了。再睁眼就看到身边围满了学生，才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了一夜。他顾不上这么多，赶紧来到窗前，想看下操场上有什么变化。这一看他直接懵了，操场上又出现了课桌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7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早上数字就会变成6，再接下来就是5、4、3、2、1。而且最近学校周围乌鸦成群，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有老师认为是外星人干的，如果数到0的话，外星人就会对学校发起攻击。但不管怎样，他还是笃定这是学生干的。校长也认为是学生干的，决定今晚让保安整夜巡逻，给每间教室都上了锁，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肇事者。结果第二天就看到保安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他赶紧来到操场，不出意外数字变成了6。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，还上了新闻，人们都在讨论这神奇的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新闻报道称会对操场进行全天候直播，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第二天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做直播的记者也和之前保安一样，全都睡得死死的，查看昨晚的监控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可当时间来到半夜12点整，画面突然就消失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半，画面才恢复正常。此刻操场上数字变成了5，事情越发诡异，看起来真的不是学生能办到的事情。学校开会决定临时停课，对操场进行封锁。即使这样，数字却还在倒计时。第二天又变成了4。校园的神秘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昨晚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操场外，想要见证奇迹，结果都在12点的时候瞬间睡着了。现在连专家都猜测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。接下来的2天，数字也逐渐由4变成了2，就连政府都在紧急召开会议，谈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，甚至怀疑数字变成0时，整个日本都有可能毁灭，还呼吁大家赶紧逃离东京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大量民众逃离东京，期间还有人趁火打劫。政府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接着他就被一个平底锅拍晕了，劫匪把他家搜刮了一遍。第二天为了关注事情的进展，他用脚打开电视，现在操场数字已经变成了1。新闻报道称，政府为了抵御外星人的侵略，已经在东京展开了紧急部署。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，这天操场上数字变成了0，操场内外一片寂静，人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。结果到了下午6点，眼看就要日落了，校园内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变化。很快来到深夜，他和妻子的合照突然掉落到眼前，想到还在外地工作的妻子，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。他突然使出一股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，接着冲上街道，街道早已被封锁。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操场，时间也刚好来到了12点整。只见周围突然刮起一阵妖风，课桌开始抖动起来，紧接着就全部飘向了半空，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。他都看呆了，这时一张课桌从天而降，把他砸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学校天台上，周围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似乎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。他起身看了一眼操场，操场上的数字变成了-1，也就是说倒计时还没有结束。这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吧，嘿嘿。他每天坐完公交，口袋都会多出一张纸条，上面的数字还越来越小。起初他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，也没在意，随手就丢了。结果第二天刚下公交，习惯性的双手插兜，又摸到了纸条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28。这人也太无聊了吧，他决心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第二天上班前还特意摸了摸口袋，确定啥都没有才出门。公交车上他左顾右盼，观察了一路，也没看到任何可疑人员。可他刚一下车，就发现这奇怪的纸条又出现了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27。这下他彻底懵了，到底是谁做的？但不管怎样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数字就会变成26。他并不清楚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安。就这样在担惊受怕中10多天过去了，数字已经来到了13。这些天他感觉自己都快崩溃了，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。闺蜜觉得肯定是公交车上的人干的，让她提前写个纸条放口袋里再去坐车，告诉对方别再骚扰自己了。
公交车上，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，可依旧一无所获。到站后，他赶紧摸了摸口袋，纸条再次出现，数字变成了12，自己写的纸条却离奇消失了。事情越发诡异，一想到这里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这天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写下了变态去死的纸条，装进了口袋。即使这样，数字却还在倒计时。第二天又变成了11。下班后，他发现自家邮箱里也出现了纸条，打开一看，数字直接被写到了2。这死变态居然还知道自己的地址，他吓得赶紧跑回了家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下一次就数到1了。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就在这时，他回头一看，家里地板上赫然出现了一张数字1，上面还插着一把刀。她赶紧打电话求救，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第二天，闺蜜来陪她散心，她已经被这恐怖的预告吓破了胆，不敢回家住了。为了安全，闺蜜邀请她来自己家住，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回家收拾行李。来到楼下，她警觉地看了一下自家邮箱，闺蜜秒懂，主动上前查看。结果一开门，一支冷箭嗖的一声射了出来，正中眉心，闺蜜当场就倒下了，她直接吓得瘫软在地。经过一番抢救，闺蜜还是死了。她惊魂未定，想想都觉得后怕，但走着走着，她脸上却渐渐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那她为啥会笑呢？我个人觉得这一切可能都是她故意设计好的，你觉得呢？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，来医院一看，牙齿内部已经被掏空，看起来已经坏到了牙神经，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。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，等麻药起效后，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。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，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，不用想了，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。这种情况只能做根管治疗，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。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。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，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。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，因此不必太过担心。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，以此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，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。牙髓处理干净后，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，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，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，防止后续再次发炎。接着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，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，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，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根管，这样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，不会留下任何间隙。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，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。接下来用树枝继续填充根管顶部，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，这样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。接下来还要继续打磨牙冠部分，方便接下来塑形。随后对牙冠部分涂抹酸蚀剂，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。等待片刻后处理掉酸蚀剂，开始填充复合树枝。树枝的填充要循序渐进，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。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，最后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，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。一般情况下，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，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。在鲱鱼罐一起夹在面包中使用，他往鸡蛋里注入自己的体液，40天后竟然制造出了一个诡异生物，甚至呢还会喷射某种毒液。但谁都没有想到，从这之后，大叔就突然断更消失了，没有任何消息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叔呢是一名俄罗斯炼金术士。实验开始，先找来了一颗未受精的鸡蛋，然后呢把自己的体液注射到了鸡蛋里，用胶带密封后放进了塑料盒，接着套上帽子用来保温，期间避免光照。40天后，大叔打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。打开鸡蛋后，里面赫然出现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这东西突然动了起来，朝大叔喷射了某种液体，手臂都被灼伤了。大叔吓坏了，一书本就给拍死了。看着血肉模糊的一滩，大叔怀疑制造出了一个异形，但是呢他并不放弃，决定继续实验，一次性做了5组进行对比。他穿上防护服，逐个打开，结果呢所有鸡蛋除了腐败以外，没有出现任何生命体。他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又做了很多实验，终于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生命体。他把这东西放在水里饲养，头部还长出了一个类似触角的东西。几天后可以看到这东西变大了很多，敲击玻璃还会做出反应，甚至呢开始吃肉。肉丁刚放进去就被它吸进了体内。更奇葩的是，在给它喂食的时候竟然有触电的感觉，用万用表一测果然有电。于是呢大叔给它取名皮卡丘。为了对比观察，大叔又制作出了另一个不同形态的生命体。这个生命体呢没有嘴巴，完全靠皮肤吸收营养，体型类似海星，于是给它取名海星。经过几天的喂养，海星竟然长出了眼睛，眼球还会转动。大叔决定把皮卡丘和海星放在一个容器里，看会发生什么。刚开始呢他们只是静静的待着，互不干扰，但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皮卡丘的头部和海星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，而且呢皮卡丘也开始放电。
他怀疑这是皮卡丘在攻击海星，但过了1天，他们还是这个状态，海星呢也没有死掉。大叔认为他们并不是互相攻击，更像是在配对。又过去了几天，两个生命体已经完全融合到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形态，甚至呢还长出了耳朵，触碰一下，这东西瞬间会做出反应。最终呢，生命体的形态变成了一个类似大海葵的东西，嘴巴里竟然长出了牙齿。大叔给这个全新的生命体取名叫肖格斯，但是呢，发现它并不吃肉，只吃胡萝卜。接着呢，又过了几天，大叔发现肖格斯突然开始吃肉，并且呢，对人类血液的味道非常敏感。随着肖格斯一点点长大，他开始不间断地吐出一些液体。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，大叔对水质采样检测，先测量了 pH 值，显示呢是一种碱性的液体。把液体倒进植物里，很快呢，植物就枯萎了，说明肖格斯吐出的液体很有可能有毒。这天呢，大叔突发奇想，放进去一条鱼，看会发生什么。没想到在鱼接触到肖格斯的一瞬间就死掉了。同时呢，大叔也被电了一下。大叔用棍子刺激肖格斯，在肖格斯做出反应的瞬间，电压就发生了变化。也就是说，肖格斯结合了之前2个生命体的全部特征，会喷射毒液和放电。但谁都没有预料到，这竟然成了大叔发布的最后一期视频，之后就突然消失，没再更新过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但很快有其他博主质疑他造假，还根据他的流程实验了好几次，鸡蛋除了逐渐腐烂以外，并没有产生任何生命体。他认为人类 DNA 不可能和鸡的 DNA 融合，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命的。你认为大叔制作出来的生命体是真的吗？在客厅放一只老虎，哈士奇看到会有什么反应？刚回家的哈士奇经历了从懵逼到吓尿的全过程，没想到最后老虎却遭了殃。最先发现老虎的呢是老大，小声的叫了几下，紧接着老二也发现了老虎。主人打开门，2只哈士奇都愣住了，完全不敢动，毛都竖了起来。别管是啥，有纹身的就是大哥。他们试探了好几次都不敢进屋，只敢小声的叫2下，生怕打扰大哥休息，灰溜溜的退到了门后。随后在主人的保护下总算来到了室内，但是呢只敢躲在主人身后暗中观察。结果呢主人一起身把他俩吓够呛，老二呢估计都吓傻了，始终就没叫过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发现老虎好像从来没动过，好奇心爆棚，壮着胆子走了上去。这下完了，把大哥吵醒了。2只狗夹起尾巴暗中观察，根本不敢出房间。主人拿了他们最喜欢的食物，他俩左顾右盼，想了想算了，还是小命要紧。主人也只好把食物送了过去。吃完零食，他们胆子明显又恢复了不少。老二呢一直怂恿老大，大哥你过去看看啥情况啊？我总感觉这东西有问题。老大呢象征性的靠近了一点点，就是不敢近距离接近老虎。主人决定给他俩做个示范，直接摸起了虎头，看着老虎一点反应没有，狗子也逐渐放松了警惕，甚至开始试探性的触碰老虎的爪子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嘛。随后逐渐放肆，竟然开始上嘴咬，突然发现口感竟然十分熟悉，跟沙发一个味儿，这下就完全暴露了，果然是个纸老虎。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开拆。手法逐渐暴躁，很快呢，老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但有个问题，哈士奇没见过老虎，为什么会怕呢？村里这面墙经常流血，有时晚上还能听到砸墙的声音。节目组蹲守了好几天，砸墙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循着声音就看到了一位大爷正对着墙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询问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直接用拳头砸墙，墙上都出现了血迹。难道村里墙上的血迹都是他的？只见他手上长了厚厚的老茧，伤痕累累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大爷却直接走了。白天节目组又遇到了他正对着电线杆挥动着拳头，电线杆被打得梆梆叫。这次大爷主动开口，说自己在锻炼身体而已，每天都要对着墙壁打1万多次。打完电线杆呢，他又捡起了一块鹅卵石，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，接着咔嚓一声，石头就成了2半，身后的一堆碎石也都是他砸碎的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敲骨折。大爷说自己练拳是非常有用的，家里面挂日历，需要砸钉子，没有锤子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只见他梆梆几下就把钉子砸进去了。想吃蒜泥也不用石臼，直接就是一顿梆梆梆，蒜泥就做好了。家人呢都很反对这种自残式的锻炼方式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还说因为练拳自己变得更健康，这样自己就有能力接送孙子上下学了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男人也喜欢锻炼拳头，他每天都用，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妈。大妈一巴掌就能抓到25只苍蝇，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。据说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，家里的苍蝇见到他都吓尿了。只见他慢慢靠近，手掌微屈，突然发力，苍蝇就到手了。只要他出手，绝对不会落空，百发百中。正巧工作人员脸上飞来一只苍蝇，迅速扫过去，就可以把他活捉了。抓到苍蝇后，用力摇晃，等到他迷迷糊糊了，猛地摔向地面，苍蝇就挂掉了。不一会儿，地上就收集
了一堆。这座老房子会出汗，粘稠的神秘液体不停地从天花板滴下来，流得满地都是。最近每个月都会流一次。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，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，用长长的东西蘸着粘稠液体，吃得一脸享受。有的还趴在地上舔食。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，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。大叔喝了一口却一脸嫌弃，神秘液体越流越多，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。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有3条，屋内2条，屋外1条。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节目组找来专家，用热像仪测量，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，可以看到有些液体都凝固了，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。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专家把手伸到里面去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，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蜂巢吗？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，那为啥没有看到蜜蜂呢？蜜蜂去哪里了？专家说蜜蜂应该是去找新家了。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，环境非常嘈杂，久而久之，蜂群不能安稳工作，最后不得已弃巢了。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，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可咋办？刚解决完房子的问题，下面这家餐厅又发生了新的问题。深夜的餐厅里，14号桌的电铃一直响个不停，但14号桌并没有客人，而且桌子上也没有电铃。电铃半年前坏掉后就被店主丢了。诡异的现象已经持续了1年，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从一天响1次变成了一天响无数次，甚至白天也会响铃。据店主回忆，半年前有个人经常来他家吃饭，就一直坐在14号桌。有一次和朋友发生了冲突，铃铛也是那次坏掉的，一直没有安装新的。从那次起，那人就没再来过。听说是出了车祸，也是从那时起，14号铃就开始一直响，连顾客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店主现在听了铃声就会起鸡皮疙瘩，难不成真的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？节目组找来电铃厂家售后先检查了其他桌的电铃，都可以正常工作。售后说铃声系统没有任何问题，店主还是怕又找来了电器方面的专家，把设备拆开，发现电路完整，没有断线的情况。专家研究了半天，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。但专家说出了一种假设，如果附近有使用同款电铃的商家，恰巧频率一样的话，别人家按响14号铃，可能会导致他家电铃也会跟着响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节目组走访了附近所有商家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使用相同设备的商家，但这家并没有人按14号桌的电铃，他家还是响起了14号的铃声。没办法了，节目组又咨询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，专家说附近有几个大型的广播站，有可能是广播站干扰到了信号，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。如果广播站有影响的话，这条街的店铺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才对啊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他家受到了影响？诡异的铃声还在继续，直到最后专家也没能解开谜团。这边还没解决，下面这家餐厅又发生了怪事。来这家餐厅吃饭要先吃1颗速效救心丸，不然很可能会被吓死，因为餐厅经常毫无征兆地发出爆炸声，刚刚还安静的餐厅突然就传来了爆炸声。吓得大妈赶紧又吃了1颗救心丸。店主说每天都会爆炸好几次，已经持续了4个月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节目组架起摄像机想要一探究竟，凌晨3点又传来了爆炸声，甚至还产生了火花，难道是短路引起的？专家看到录像后分析，如果是短路的话，那整个餐厅都会停电，很明显不是。既然爆炸产生了火花，那一定会有烧焦的地方。一番检查下来呢，并没有发现烧焦的痕迹。工作人员不放弃，反复观看录像，发现火花是在排风扇附近产生的，把摄像机放到内部拍摄，终于拍到了火花产生的整个过程，推测就是排风扇的问题。来到屋外就发现有1条电线已经没有绝缘皮了，刚准备用电笔测量是否有电，突然就产生了电火花。看着烧焦的电线，专家终于解释了一切，说当空气中湿度比较大时，2个断开的电线之间就会产生电火花，声音经过通风管道放大，听起来就好像爆炸一样。随后给断开的电线包上胶带，餐厅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狗天生没有肛门和尾巴，它已经3个月没拉屎了，便便已经堆满了整个身体，情况十分危险。医生为它进行紧急手术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小黄虽然没有肛门，但它的胃口却很好，每次吃完都想要拉屎，但不管怎样努力都拉不出来，疼得它汪汪大叫。有时候努力半天会挤出来1滴，主人只要一碰到它屁股，它就会疼得乱咬。小黄是一只流浪狗，被主人捡到时已经奄奄一息，应该是之前主人看到它天生残疾，直接就丢了。主人带它看过很多医生，但医生都拒绝为它治疗，认为手术的风险太大了。主人不放弃，终于找到了一家可以给它手术的医院。医生说，尽管它没有肛门，但直肠和子宫颈相连，便便可以从那里挤出来一点点，但体内堆积硬化的便便无法排出，需要立即手术。在帮小黄剃毛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事，小黄既是母的也是公的。医生都说自己20年来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没办法，只能暂停手术，要详细检查它的身体构造后才能确定手术方案。检查过后，医生确定了它就是雌雄同体，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去除一部分
分直肠，重新构造出完整的肛门，然后把直肠和肛门连接起来，手术又开始了。这种大范围的手术对于3个月大的小狗来说风险很大。5个小时后，手术很成功，医生说狗狗很快就可以正常生活了。但几天后，主人突然接到医院电话，原来手术后狗狗出现了大面积感染，不断呕吐和腹泻，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。希望所有的狗狗都能被温柔以待吧。和小黄比起来，下面这只狗狗就正常多了。第一，只要看到地毯，它就会转头倒着走。猕猴行为大涨。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，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这就很诡异了。房子呢还是租的，才住进来半年而已，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。他怀疑自己住到了凶宅，难不成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？主人现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后来到厕所，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。主人决定豁出去了，在厕所安装了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竟然是他家的猫。猫难道会上厕所？主人说等他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。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咪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了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，表情十分严肃。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？专家说，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。现在呢，如果厕所门关了，猫还会叫个不停。为了方便它上厕所，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。如果它能冲马桶的话就更好了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。